在美国购房，川普在美国绝对是个争议本体，很多人还在等着降息，但是房贷地区其实已经被人强行给按下来了。1月8号，川普已经直接出手，向房贷市场投资了2000个亿，目的只有一个，把房贷的利率硬生生的给按下来了。钱一进场，债券价格就会顶上来，银行手里的贷款就更容易的被卖出去。为了顺利的出货，只能给买房人更低的利率。更关键的是，这笔钱不是新印出来的，而是从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账上沉睡了10几年的资金里给撬出来的。美联储不配合，他就用行政手段弯道超车。同时呢，他还放出风声，要限制华尔街大型机构继续买独栋，态度非常的明确，房子是给人住的，而不是给机构囤的。这就意味着有一个很短的时间窗口期已经出现，买核心地段好房子的人要趁市场还在观望，利息预期还没有完全反映之前提前行动，否则等利率真的下来了，集中需求爆发，只会更难买。如果你是买非核心区域的自住房，现在反而更容易谈价钱。卖家也一样，如果你的房子主要是卖给机构的投资者，那要尽快出手了，因为这些机构可能很快就不在这个市场里了。整体来看，纽约的楼市就像一根被压缩的弹簧，只要这2000亿发挥作用，房贷利息呢基本就会回到5%左右。下半年像长岛这样的学区房和法拉盛的多家庭的这种房子，很有可能有明显的一个上涨。其他的区域呢，我们就要进行观察了。很多投资人会关注房价的走势，看这2个指标基本就能定局。降价幅度看就业市场，如果大规模失业的话，房价肯定会大幅下滑。涨价看利率的走势，利率如果没有幅度降低的话，房价短期不可能抬头。理性的个人投资人现金流优先，中小投资人应该优先确定稳定的现金流，而不是压住短期的价格上涨。中小投资人最好聚焦管理更本地化的资产与区域，在目前周涨受限的周期当中，投资回报更多的来自于低价买入，而不是未来市场反弹的增值。杠杆别用太高，预留充足的缓冲现金流，千万不能激进融资，这是熬过周期，避免被市场淘汰的关键。有现金流才有明天。看懂趋势，不是为了预测市场，而是为了站在更安全的位置，筛选出那些现金流稳健的长期资产。真正决定回报的，从来不是风口，而是你有没有在正确的周期站在正确的一边。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房地产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订阅。